和江婉仪结婚前1个月，她却要给别的男人生孩子。周泽远不同意，他便日日提起这件事，直到婚礼前半个月，周泽远发现了她的孕检单，这才知道，原来她早已怀孕近1个月。原来她从未想过取得周泽远的同意，也是在这一刻，多年的感情仿佛烟消云散。于是，周泽远取消了婚礼，销毁了他们之间所有的回忆。在婚礼当天，毅然进了封闭式科研实验室。此后，与他再无关系。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已经和你解释过无数次了，怀川得了癌症，只剩下1年的时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家里人留下一个孩子。当年他救了我一命，现在我必须帮他完成这个愿望。这样的说辞，周泽远在这1个月里听了不下千百次。第一次听江婉仪提出这个要求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表示不接受，可他却没有死心，几乎每天都要提起。江婉仪的态度也从一开始试探着征求他的同意，变成现在理直气壮地和他争吵，好像他不同意就是天大的罪人一样。可即便是救命之恩，哪里有用生孩子来偿还的道理呢？但1个月以来的争吵让周泽远身心俱疲，他已经失去了劝说江婉仪改变想法的力气，只是看向这个他相恋5年的女人，沙哑着嗓音发问：婉仪，下个月我们就要举行婚礼，现在你却要给别的男人生孩子，那我呢？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江婉仪第一次见周泽远如此萎靡的样子，好像周身被乌云笼罩着，他的态度稍稍软了几分。泽远，我知道这很难接受，可是只有我能帮怀川了，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带着遗憾离开。再说了，只是人工受精而已，我们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你爱我就一定能理解我的，对吗？听见这话，周泽远的一颗心不断往下坠，他已经明白江婉仪早已做出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给宋怀川生孩子。至于他的观点，不过是可有可无罢了。江婉仪还想继续说点什么，却被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他看了眼屏幕，拿着手机去了阳台。周泽远看着他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他和江婉仪算是青梅竹马，小学开始就在同一个班，就连大学也是同一个学校。从小周泽远就知道自己喜欢他，一直在他身边默默陪伴着。可江婉仪从未有过回应，直到毕业之际，他终于看见了他的付出，答应做他的女朋友。按理来说，他们认识了20多年，成为恋人后，对方应该是彼此最亲密信任的存在。可在一起5年，周泽远从来没有碰过江婉仪的手机，就连接打电话也都是背着她。记得有一次他发高烧，躺在床上休息，他的手机却一直不断弹出消息。周泽远担心吵到他，只是打算关个静音而已。手指刚触碰到手机的一瞬间，他刚好张开眼，看见周泽远的动作，直接不分青红皂白地质问周泽远。不论他怎么解释，他都不听。那晚，周泽远独自在沙发上蜷缩了一整夜。周泽远只以为是他性格使然，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完全走进他的心里。可是5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改变。甚至现在，他还要给别的男人生孩子，丝毫没有考虑过他这个正牌男友的心情。江婉仪进来的时候，脸上明显带着喜意，一把抓起外套，边穿边朝门外走去。我有点事，出去一下，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周泽远听着他匆匆离开的脚步，心中一片漠然。能让他这么着急的人，大概只有宋怀川了。果然，
过了没多久，宋怀川发来了一张照片。等周泽远放大看清上面的内容后，却几乎让他站不住。是一张孕检单，而孕妇的名字正是江婉仪。妊娠时间更是让他感觉天旋地转，上面明晃晃写着妊娠3周，也就是说，早在1个月前，江婉仪已经进行了人工受精，怀上宋怀川的孩子。他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和他商量，取得他的同意。既然这样，这1个月江婉仪又为什么锲而不舍地问他呢？为了让自己更加心安理得一点吗？周泽远顿时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全身瘫软地坐在地板上，心脏如同被一只大手攥紧，让他无法呼吸。难怪刚才江婉仪眉眼止不住的高兴，打完电话就匆匆离开，原来是知道人工受精成功，自己怀孕了。恐怕现在他已经赶到医院和宋怀川一起庆祝了吧。周泽远痛苦地闭上眼，无尽的悲凉在他心中蔓延。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就这样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明明2个月前他才求婚成功，计划下个月办婚礼，就连婚纱和酒店自己也早早地预定好。他一直期待着婚礼那天，期待挽着江婉仪的手一起走进婚姻殿堂。可现在，所有的期待都成了泡沫，消失在空气里。这时，手机嗡的一声震动，唤回了周泽远的思绪。他下意识点了接听，学姐清脆的声音传来：“泽远，我知道你要结婚了，可还是想再问一次，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来我们的实验室吗？你是老师最有天赋的学生，他一直希望你能过来帮他。考虑到你马上要成家了，老师说他可以特许让你在实验室待2个月休半个月，这样你也有时间和妻子团聚。老师在京市成立新的实验室这件事，周泽远早在半年前就知道了。他亲自打过电话来邀请周泽远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可一旦进了实验室，就不能再和外界联系，只有等一次研究结束才能离开，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周泽远不愿和江婉仪分开这么久，更不能忍受和他没有联系，于是拒绝了老师的邀约。可现在他的脑海不自觉浮现出那张孕检单，江婉仪已经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既然他从未考虑过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即将到来的婚姻，那么这婚也没必要结了。周泽远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紧了紧。师姐，我愿意来实验室，不用休假，按照实验正常进度走就可以。师姐惊喜的声音响起。那太好了，老师一定很高兴。你计划多久过来？婚礼后1周怎么样？这样你还能去度个蜜月。周泽远轻声回复：不用，婚礼当天吧。他的目光看向桌子上的日历，下个月10号被他用红色马克笔重重圈了起来。原本他是想时刻提醒自己距离婚礼还有多久，方便安排相关事宜，现在却成了离开江婉仪的倒计时，还剩下最后15天，就当是给20多年的感情一个离开缓冲期。15天后，他和江婉仪将会再也不见。当晚江婉仪没有回来，周泽远也没有打去电话过问他在哪。他已经在宋怀川的朋友圈里看见了，他们下午从医院出来后，马不停蹄回了宋怀川家，告知他家里人怀孕的消息。照片上，宋怀川的奶奶亲切地拉着江婉仪的手说些什么，他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小腹，笑得温柔。在一起5年，江婉仪只在答应他的求婚后和他回过一次家，即使他们2家之间只有不到半小时车程，在那之前他也没有主动来过一次。
因为他说不喜欢和长辈待在一起，觉得不自在。就连那次回去，他的态度也仅仅是客气有礼貌而已，远不像照片中面对宋家人那样温和。周泽远脸下眼底的苦涩，关掉了手机。第二天，周泽远约了几个朋友，告诉他们婚礼取消的消息。当初江婉仪说不喜欢婚礼，他觉得都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在周泽远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举办一个小型的婚礼，只请了一些关系最要好的朋友和家人。周围人都知道他对江婉仪的感情，因此朋友们听说婚礼取消后都很惊讶。你不是喜欢江婉仪这么很多年了吗？好不容易快要抱得美人归，你居然舍得放手。周泽远的心中泛起密密麻麻的色意，舍得吗？肯定是不舍得。他追在江婉仪身后20年如一日，才终于等到她点头同意嫁给他。放下这段20年的感情，谈何容易呢？可其实，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因为自始至终都是他追逐着江婉仪的脚步，而他从未有过停留。原本周泽远是不在意的，他想，既然能花20年让她答应嫁给自己，那他也一定能真正的走进她心里，只不过时间长短罢了。婚后他们的日子还很长，他能等，等到他完全为自己敞开心扉的那一刻。可自从半年宋怀川这个所谓的救命恩人出现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周泽远这才发现，原来江婉仪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她在宋怀川面前永远都是神情温柔，却吝啬于在他面前露出一个笑脸。那时周泽远在心里安慰自己，宋怀川救过他的命，他只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罢了。可没想到，在得知宋怀川查出癌症后，他竟然能够同意为宋怀川生个孩子留后，更是表面假装征求他的同意，暗地里早就已经人工受精怀上了孩子。那一刻，周泽远清楚地意识到，他和江婉仪不会再走下去了。即使20年的感情再难割舍，也要狠心将它剜掉。周泽远没有告诉他们原因，只说自己马上要去实验室，以后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和外界联系。为了表示歉意，他陪着朋友们玩到半夜才回家。等周泽远到家的时候，江婉仪也才刚到家。他闻着周泽远身上的酒气，皱起了眉头，后退远离了周泽远几步，一只手掩住口鼻：“你离我远点，闻着这味道我就想吐。”周泽远的目光触及到他另一只手，不自觉护着自己的小腹，自嘲地笑了笑。这么明显的动作，恐怕江婉仪是根本没有想过瞒着周泽远吧。不过既然他没有直接挑明的打算，周泽远自然也不会主动提起。周泽远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进去洗了个澡。等他出来的时候，江婉仪正拿着手机噼里啪啦打着字，眉眼都是笑意。周泽远只看了一眼，便打算回卧室睡觉，没想到他却突然叫住了他：“我有事和你商量。”周泽远的脚步顿住了。上一次听这句话，还是1个月前，他第一次提出要为宋怀川生个孩子。那之后，他们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争吵。现在她已经成功怀孕，还能有什么事呢？明天别去拍婚纱照了。周泽远看向桌子上的日历，明天的日期下用马克笔大大写了婚纱照3个字。虽然不知道江婉仪为什么要取消拍婚纱照，但原本这婚他也不打算结了。就算江婉仪没有说出这句话，他也会找借口取消拍摄。现在江婉仪主动提出这个要求，反倒是让他省事不少。周泽远点了点头：“好，
我会打电话告诉摄影师取消拍摄的。话音刚落，江婉仪心里一愣，她没有想到周泽远会答应的这么爽快。原本她以为周泽远会追问缘由，毕竟关于婚礼的所有流程都是他精心做了很久的攻略才敲定的。就连这次拍婚纱照的摄影师，也是他花了大价钱加价，才让摄影师同意插队拍摄，只为了拍出最完美的婚纱照。可他没想到，他说完之后，周泽远却很平静地同意了。江婉仪面色复杂地看着周泽远，不用取消。怀川说他这辈子是没有结婚的可能了，想和我拍个婚纱照，就当是自己结过婚。他也不会再有遗憾了。明天就让怀川和我一起拍吧，等以后我们再去补拍婚纱照就行了。江婉仪的语气就像是在说今天吃什么一般，轻描淡写，如同1个月前说出他要为宋怀川人工受精那天一样。表面是商量，实则字里行间无疑不再透露着他早已做出决定，只是告知周泽远一声罢了。低垂的眼掩住了周泽远眼底的讽刺。以后江婉仪还不知道他在荣城只会停留最后13天了，不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以后了。周泽远轻声应了句好，随后回卧室准备休息，反正这个婚都不结了，那么江婉仪和谁拍婚纱照都和他无关。江婉仪看着周泽远的背影，莫名觉得心里有些不安。周泽远实在是太平静，连一个质问都没有，让他那些原本准备好的说辞全都没有派上用场。可这时宋怀川打来电话，他将心里那点疑惑全都抛之脑后，走到阳台上接电话去了。周泽远一觉睡醒的时候，恰好江婉仪要出门，他边穿鞋边嘱咐，拍完婚纱照，我和怀川打算出去旅游几天，他一直想去北海道，我陪他一起，婚礼就一切从简吧，我没有空去彩排布置，所有的事你决定就好，不用来问我。周泽远咽下嘴里的吐丝后回道，好，一切从简，这场婚礼不会有婚纱照，不会有来宾，不会有司仪，也不会有新郎。江婉仪看见周泽远只是默默吃着早饭，如此平静，心里有些异样，想了想又补充道，婚礼结束，我们去欧洲度蜜月吧，我记得你一直想去。若是以前听见江婉仪主动提出度蜜月，周泽远一定立马兴奋地开始做各种攻略，毕竟他之前想让江婉仪陪他去旅游，他从来没有答应过，只说自己不喜欢，觉得旅游很累。现在周泽远只是专心吃着面包，没有应声，连婚礼都不会有了，又哪来的蜜月呢？江婉仪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还想说些什么，可目光触及墙上的时钟时，又匆匆开门离开，只留下一句等我回来再说。周泽远拿起桌上的日历，用马克笔把婚纱照这3个字画上一个大大的叉，还有12天。吃完早饭后，周泽远准备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顺便把房子里不必要的东西给清理掉。只有不超过5张照片的相册，已经落灰了的投影仪，一次也没穿过的情侣睡衣，在一起5年，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他精挑细选后一点一点添置的，逐渐把一个空旷的屋子变成如今满满的温馨模样。可其实细看之下，很多东西江婉仪从来没用过。她说就算和周泽远谈恋爱了，她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喜欢用情侣物品，这让她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被捆绑着。周泽远收回思绪，继续开始清理东西。等他离开后，留着这些东西，反正也是碍他的眼，不如现在就把它们清理掉，也将他们之间的回忆通通销毁。
接下来一连1周，江婉仪都没有回来，周泽远却时刻能知道她在做什么。毕竟有一个什么都爱发朋友圈的宋怀川，周泽远想不知道也难。两人一起去泡温泉、看海，迎着日出合照。在他的朋友圈里，周泽远再次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江婉仪。原来她也可以能表现得像普通女生恋爱中那样，只是在她面前不能罢了。周泽远没有过多关注他们每天去了哪里，又玩了什么，每次只是扫了一眼后便快速划过。这几天他也没有闲着，屋子里东西太多，他清理了好几天才彻底收拾好，又抽时间回了趟家，告诉周父周母自己快要去实验室了，之后只有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和外界联系。周父有些诧异，你和婉仪就快要结婚了，以后你们岂不是会两地分居？周母眼中也有着担忧，握着周泽远的手劝道，你再好好想想吧，儿子，你和婉仪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怕你要是去实验室，婉仪她会不同意，那你们的婚礼……周泽远明白爸妈的意思，这么多年他对江婉仪的执着，周父周母都看在眼里，而江婉仪对他的态度他们也都清楚。决定求婚前，他们就曾委婉地劝过他，认为他在江婉仪的心里分量不重，让他再考虑一下。可周泽远那时却觉得他有信心改变江婉仪，让他完全接纳自己，于是周父周母也就答应了。现在又临近婚礼，周父周母担心他如果去了实验室，江婉仪会不同意，甚至可能直接取消婚礼和他分手。他们怕他受伤，才想让他考虑清楚。可如今决定要取消婚礼的人是他周泽远。周泽远把取消婚礼的事告诉周父周母后，他们久久没有说话。但他没有把江婉仪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的消息告诉周父周母，担心他们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只说自己想要继续在科研领域做出贡献。周父周母互相看了一眼，既然儿子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也会全力支持。最终周父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只要他自己不后悔就行。回到家后，周泽远约了发小林川来帮他一起把收拾好的东西全部丢下去。一个个纸箱堆在客厅里，占据了不少空间。两人上上下下搬了好几次，才终于将所有纸箱扔完。房间顿时变得空荡起来。林川看着有些感慨，还记得2个月前周泽远求婚成功时，兴奋地拉着他喝了一整晚的酒，嘴里一直在念叨着自己终于能够得偿所愿了。没想到才短短2个月，周泽远却决定要取消婚礼。你小子居然来真的呀！我还以为那天你说取消婚礼只是开玩笑呢。我可是看着你跟在江婉仪身后这么多年的，给我说说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着，他扔给周泽远一罐啤酒，自己也拿出一罐打开，大概是就快要离开了吧。周泽远此时竟然也有了倾诉的欲望，他将这1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都完完整整地告诉了林川，包括江婉仪已经怀上了宋怀川的孩子。林川见证了周泽远和江婉仪之间的所有事情，听完后爆了一句粗口：亏你对他这么好，结果他在结婚前给你戴绿帽子，竟然还想让你同意，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周泽远摇了摇头，自嘲地笑笑，谁知道呢？他说宋怀川是他的救命恩人，要完成他的一切愿望。林川满脸不忿，那你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啊，他凭什么这么对你？周泽远抿了一口酒，没有再说话。也许他只是不爱他而已，不过没关系，很快他就要离开他了。倒计时第5天，
周泽远向学校提了离职。当初为了和江婉怡在一起，周泽远婉拒了导师让周泽远继续跟着他做实验的邀约，选择跟随江婉怡的脚步，留在荣城的学校当老师。同事们见周泽远提了离职，都很诧异：怎么要离职了呀，周老师？前几天你还给我们发了喜糖，难道是要回家当全职主夫了？江老师可真幸福啊！有的同事调侃道。周泽远抱着东西笑了笑：不是，婚礼取消了。等周泽远回到家，一打开门就看见一周未见的江婉怡和宋怀川坐在沙发上。江婉怡看见周泽远手里抱着东西，下意识发问：你抱着这些东西干什么？周泽远随口找了个理由：都是些用不上的，我就拿回来了。江婉怡点点头，扫视了一圈屋子后，有些疑惑地开口：我才1周没回来，怎么感觉屋里少了很多东西？周泽远将箱子拿回卧室放好，平静地回复：我只是清理了一些不必要的垃圾而已。江婉怡还想说些什么，被宋怀川打断了：周哥，这几天婉怡陪我去旅游辛苦了，也要谢谢你同意让他和我拍婚纱照，圆了周泽远一个梦。这样吧，我请你们吃饭，就当是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以后恐怕还得麻烦你们一段时间，希望周哥你不要反感我才好。周泽远看着宋怀川暗含挑衅的目光，大概能猜到他有些坐不住了。毕竟从他收到那张孕检单到现在，他没有任何的表现，甚至没有质问江婉怡一句。可周泽远现在不想再和他做一些无意义的争斗，等5天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出现在江婉怡面前了。现在他只想处理好这边的一切，方便离开。见周泽远没有回答，宋怀川语气踌躇：婉怡，周哥他是不是不高兴了？毕竟你们就要结婚了。但是听了宋怀川的话，江婉怡的眉头立马皱了起来，不悦地指责周泽远：怀川诚心想谢谢我们，你在这摆脸色干嘛？不就是吃一顿饭吗？又不会给你下毒，必须给我去。周泽远一句话还没说，在江婉怡嘴里就已经被定义成了罪人。最后周泽远还是被江婉怡拉去了。到了餐厅，服务员来询问他们点什么菜。周泽远刚刚翻开菜单，就听见江婉怡开口：不要重油重辣的，所有的菜都不要放香菜。等菜上齐之后，江婉怡贴心地帮宋怀川把菜夹到碗里，随后又将一盘大虾朝他这边推了推：怀川现在不能吃海鲜，这是专门给你点的。看着那盘大虾，周泽远顿时失去所有胃口，放下了筷子：我对海鲜过敏，真可笑啊！相恋5年，江婉怡不知道她这个男友对海鲜过敏，却对宋怀川的忌口一清二楚，就连不吃香菜这样的细节她都能记住。江婉怡神情有一瞬间的茫然，在看向周泽远的时候，眼神少有的露出几丝愧疚，随后又加了几道菜。但这顿饭，周泽远没有再动筷子，只是默默地喝着杯子里的水。饭后刚走下台阶，周泽远再次接到了师姐的电话：泽远老师让我再确定一下，你要按照正常实验进度走是吗？实验室的第1个实验涉及到保密项目，很有可能会1-2年没办法和外界联系。周泽远的目光落在前面的江婉怡和宋怀川身上，两人并肩前行。下台阶时，江婉怡还会不由自主地将手贴在肚子上。周泽远的声音平静极了：确定。师姐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松了一口气：那就好，老师生怕你舍不得你妻子。周泽远收回目光，转身朝另一边走去：婚礼取消了，我已经准备好离开了。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一道疑惑的声音：
谁要离开了？江婉仪刚把宋怀川送上车，就听见最后几个字。周泽远意识到他没有听见前面的话，随便找了个理由：我朋友过段时间要离开了。江婉仪点点头，不再追问。倒数第4天的时候，江婉仪把她和宋怀川的婚纱照拿回来了。她一只手拿着手机和宋怀川视频，一只手拿着相框朝他展示，笑得一脸甜蜜。怀川，我们的婚纱照洗出来了。我去拿的时候，工作人员都说我们拍出来的效果很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周泽远恰好出来接水。江婉仪眼里划过一丝尴尬，看着周泽远想说些什么。周泽远瞟了一眼那张照片，认真评论了一句：确实挺好看的。他当初花了高价请这名摄影师，就是想把江婉仪最美丽的样子展现出来。他想，等自己看到成片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穿着婚纱照的江婉仪的确和他幻想中的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身边的新郎不是他，可他的心中也不会因此再掀起一丝波澜。得知江婉仪怀孕的那天起，他对江婉仪的感情已经被悉数收回。江婉仪反而愣住了，她突然意识到周泽远好像很久没有找她好好说过话了，就连他和宋怀川出去旅游的1周也没有发过一条消息，这让他有些不习惯。视频中宋怀川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他摇摇头，把那丝不安的念头压了下去，只当周泽远是准备婚礼太累了。倒数第2天的时候，周泽远想到一旦进了实验室里面，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带进去，他需要准备一点常用药物，于是去医院打算拿点药备着。没想到却遇见了刚刚产检完出来的江婉仪和宋怀川2人。江婉仪眼里少有的划过一丝慌乱，刚张嘴想说些什么，却被宋怀川抢先了。他走到周泽远面前，就想下跪：周哥，我知道你一直还没有同意婉仪怀孕的事，可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医生说我最多还有1年的时间，我真的很想亲眼看着孩子出生啊！等孩子生下来，我会立马抱走，绝对不会影响你和婉仪之间的感情。周泽远还没有开口，江婉仪就满眼心疼地把他拉起来：你身体不好，怎么能这样呢？说着，他又看向周泽远：既然你知道了，那我也就不瞒你了。你放心，现在孩子月份还小，不会影响我们的婚礼。如果是1个月之前的周泽远，可能会愤怒，会崩溃，会绝望，会陷入自周泽远怀疑自己这个男友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才会让江婉仪心甘情愿怀上别的男人的孩子。可经历过这段时间后，周泽远已经想明白了，不是他做得不够好，而是江婉仪不爱他，所以才能不顾他的感受，做出这样的事。周泽远现在早就知道了江婉仪怀孕的消息，并且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所有感情，所以他们也没必要再做出一副周泽远要棒打鸳鸯的样子。周泽远漠然地看了他们一眼，就收回了目光。我知道了。说完，周泽远就拿着药准备回去了。快要到离开的日子了，他的行李还需要再整理一下。对面2人显然没想到周泽远会如此平静，尤其是江婉仪，她面色复杂地看着周泽远离去的背影。明明周泽远之前为怀孕这件事闹了1个月，可现在得知怀孕的消息后，却又什么反应也没有。莫名的江婉仪心中有些不安，好像在她不知道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周泽远刚走到楼梯的时候，却被追上来的宋怀川拽住了袖子。此时江婉仪还远远地在后面，宋怀川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周泽远给别的男人养孩子的感受怎么样？自己老婆怀着别人的种举行婚礼，我看也只有你能忍下来了。周泽远不想和他起一些无意义的争执，甩开他的手就准备离开。没想到他刚一用力，宋怀川的身子就一个倾斜向下倒去。周泽远下意识拉住他的手，才避免了他摔下去。只是周泽远的手还没来得及松开，身后就传来一声带着怒火的斥责：“你在干什么？”江婉仪原本还在奇怪周泽远为什么会如此平静，现在看见这副场景，他顿时明白了，原来他只是假装平静，心里对这件事还是不能接受。看见江婉仪来了，宋怀川立马换上一副委屈的表情：“婉仪，我只是想谢谢周哥这么大度。”可没想到他竟然听了宋怀川的话，江婉仪脸色立马沉了下去。周泽远，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你立刻给怀川道歉。听见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周泽远不由得被气笑了。我道歉？你自己去调调监控看看，我究竟该不该道歉？周泽远没想到江婉仪连监控都没调，就认定了是他想推宋怀川下楼。怀川是一个病人，难道他还会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吗？宋怀川眼里闪过一丝慌乱。算了，婉仪，周哥生气这样对我也是正常的，我们走吧。江婉仪却不肯。不行，他今天必须给你道歉。周泽远也丝毫不退让，没做过的事他不会承认。宋怀川担心再纠缠下去，江婉仪真的去调监控，这样他就暴露了，于是捂着肚子说自己不舒服。江婉仪怒气冲冲的脸瞬间变为担忧，连忙扶着宋怀川去找医生。周泽远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无尽的色意忍不住在心中蔓延开来。20年的陪伴，5年的日夜相处，却换不来江婉仪对周泽远的一丁点信任。好在他现在已经清醒过来，还能及时抽身。这天江婉仪没再回来，周泽远想他现在应该忙着照顾发病的宋怀川吧。离开前最后一天，周泽远将收拾好的行李寄去了实验室，只留下了一个背包。晚上江婉仪回来了，她的脸上依旧带着愤怒。怀川现在还躺在医院，他是个病人，就算你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就不能大度一点让他吗？非要这么计较干嘛？大度？周泽远觉得自己已经很大度了，让出了原本属于他的西装和摄影师给宋怀川拍婚纱照，让出了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给宋怀川生孩子。现在江婉仪身边的位置，周泽远也要让给宋怀川了。江婉仪余光注意到日历本上大大的红圈，表情缓和了不少。行了，明天就要结婚了，我也不跟你吵，等婚礼办完你再去向怀川道歉吧，之后我们再去度蜜月。蜜月的行程你计划好了没？周泽远没有应声。如果江婉仪稍稍上点心，就会发现屋子里根本没有关于婚礼的任何装饰。我们坦白的话，周泽远还没有说出口，江婉仪的电话就响了。电话那头传来宋怀川的声音，江婉仪的神情紧张起来。你等着，周泽远马上过来。挂断电话后，江婉仪立马起身朝门口走去。怀川有点不舒服，我去看看他，我会在婚礼前赶回来的。明早你记得先去酒店等我。等传来关门声，那句在周泽远嘴里打转的话才说了出来：我们分手吧，江婉仪。婚礼取消了。声音消散在空荡的房间里，只有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发出声响。周泽远在客厅从晚上坐到了凌晨，看着外面从黑夜到白天，手机嗡的一声发来提醒，
距离登机时间还有2小时。周泽远起身走进卧室，拿出早已装好的背包，又拿出马克笔，在日历上那被重重圈起来10号上打下一个大大的叉，随后写下一句话：江婉怡，我们分手吧。他将日历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背起背包，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5年的地方，然后出门打车前往机场。再见了，江婉怡。另一边，江婉怡等宋怀川的情况稳定下来，才从医院离开。走在路上，他给周泽远发去消息，问他婚礼都准备好没有。他已经在去酒店的路上了。可直到江婉怡坐上车，也没有收到周泽远的回复。他打开手机，正准备再问一次，却发现他们上条消息已经是半个月前的事了。江婉怡向上翻了翻聊天记录，几乎满屏的白色。有时候是周泽远发来消息问今天吃什么，有时候是征求他关于婚礼的意见。可江婉怡的回复每一条都很简单，随便都行，你决定。周泽远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依旧每天给他着消息。可这半个月以来，他们之间却没有任何交流。江婉怡心中划过一抹怪异，他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给他发过消息了？想到这，江婉怡脑海中却不由得闪过1个月前他告知周泽远自己要人工受精怀上宋怀川孩子时他眼里的与不可置信。相识20年，这是江婉怡第一次在他脸上见到如此痛苦的表情，也是他第一次对他的话表现出如此剧烈的反对态度。可那之后，他也只是坚决不同意人工受精这件事，在其他方面依旧和以前一样。似乎是半个月前，他最后一次在周泽远面前提出自己要为宋怀川人工受精之后，他们之间就失去了交流。周泽远不只是不再给他发消息，就连他在家也几乎不会主动和自己说话。江婉怡越回忆，心里就越不安，她的心脏砰砰直跳，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她一边安慰自己，只是因为最近筹备婚礼事情太多了，周泽远才会这样，一边让司机师傅加快了速度。江婉怡看了看手机，还是没有收到回复，握着手机的手不由得紧了紧。等她到达酒店的时候，自己的几个好朋友和家人都已经到了，他们正聚在一起讨论着什么。看见江婉怡的身影，立马围了上去。江母皱着眉头看向急匆匆赶来的女儿：婉怡，你怎么连婚纱都没有穿？泽远呢？他没有和你一起来吗？朋友看见他只有一个人，也不解发问：对呀，怎么没有看见新郎？你这个新娘连婚纱也还没换。江婉怡听见他们，也没有看见周泽远的身影，心中腾起一抹慌乱。昨晚在走之前，他明明告诉过他，让他早上直接来婚礼现场的。现在他人去哪了？难道是先去了宴会厅？江婉怡勉强地笑了笑，泽远应该在宴会厅看着现场吧。说完，他准备朝宴会厅赶去。可这时他才记起，他根本不知道婚礼定在了哪一个宴会厅。周泽远没有和他说过这件事，而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周围的人更不知道了，不然他们也不会在酒店大厅等着。江婉怡只好拉住一旁的工作人员询问：我想问一下，周泽远先生订的是哪间婚礼宴会厅呢？工作人员拿出登记表翻了翻，礼貌回复：周泽远先生订的是3号厅。江婉怡心中不自觉松了口气，看来是他多想了，这段时间真的是他太忙了而已。等度蜜月的时候，他破天荒地准备买个礼物，主动送给周泽远，来犒劳他这段时间的为婚礼的付出。然而下一秒，工作人员看见表中最后一栏的备注，
又疑惑地开口：“可是周先生半个月前就打来电话取消预定了。他说婚礼已经取消了。”工作人员的话如同一记重锤砸向在场所有人心里。江婉仪脑袋顿时一片空白。什么叫做婚礼取消了？江婉仪后退一步，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怎么可能取消呢？明明2个月前他求婚的时候，他能看见他脸上的喜悦，丝毫掩饰不住。他怎么可能会取消婚礼呢？周围的朋友和家人更是一头雾水，他们也没有记错日期呀，为什么会说婚礼取消了呢？江母向工作人员再三确认，的确是周泽远取消了婚礼后，压住心中的怒火，把江婉仪拉到一旁询问：“周泽远怎么回事？不是早就确定好婚礼日期了吗？他今天不仅没来，还取消了婚礼。他究竟是什么意思？”看着女儿也是一副明显刚知道婚礼取消的表情，江母心中怒火更甚了。她是知道周泽远和自家女儿认识了20年，也看得出他对婉仪的感情，这才放心的把女儿交到他手上。可没想到婚礼这天，本该是新郎的周泽远不仅没有出现，甚至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取消了婚礼，而他们竟然都不知道。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还想不想结这个婚了。江婉仪这才大梦初醒般拿出手机给周泽远打去电话。拨出去电话的时候，他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着。可这时的周泽远已经踏上了前往京市的航班，电话根本打不通，听筒里只传来了冰冷的机械音。江婉仪一颗心逐渐沉了下来，明明昨天都还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却突然联系不上了呢？她再也忍不住，立刻赶回了家。她的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可当她推开家门的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很显然，周泽远不在家。这时他猛然发现，原本摆放在桌面上的相框不见了。相框里面装着一张他和周泽远为数不多的一张合照。他一直很宝贝这张照片，每天都会把相框擦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卫生间里的剃须刀、衣柜里他的衣服，一切和周泽远有关的东西，通通都不见了。江婉仪脑海中突然想起她和宋怀川刚旅游回到家的时候，屋子里似乎就空旷了不少，好像也是那时候，她就没有再见到桌子上的相框。可她那时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少了点东西，再加上周泽远说他清理了些不必要的东西，她也就没放在心上。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周泽远哪里是清理掉不必要的东西，他是把他的所有物品和他们之间的回忆全部都清理了，就连他这个人现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江婉仪眼里只剩下迷茫，他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光仍是不放弃地在屋子里寻找着，看到桌子上的日历似乎写了字，他连忙过去拿起日历，映入眼帘的却只有5个字：我们分手吧。刹那间，江婉仪只觉得有如一道惊雷劈在她身上。这个她隐约之间有所猜测的想法，此刻终于得到了证实。周泽远竟然真的要和她分手，可是为什么呢？他们今天就要结婚了。江婉仪知道这是她念了20年的愿望，她怎么可能舍得放弃呢？纷乱的思绪中，江婉仪脑海里出现了临走前周泽远那张平静的过分的面容，似乎他那时有话要和自己说，可那时他只顾着匆忙赶往医院去看宋怀川，没有听完他究竟要说什么，只是在关门前，余光瞥到了他坐在沙发上，脸上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婚礼的喜悦，也没有对自己在婚礼前要去找宋怀川的愤怒，整个人犹如一潭死水般平静。原来昨晚
周泽远想说的话就是分手吗？江婉仪无力地跌坐在沙发上，思绪成了一团乱麻。放在茶几上的电话不断响起，父母和朋友接连打来电话，可他却没有精力接起。他始终想不明白周泽远和他分手的原因。据工作人员所有，他更是在半个月前就取消了婚礼。半个月前，江婉仪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正是她得知自己人工受精成功怀孕的日子。那天，她原本是想要再次提出人工受精，说服周泽远同意。可是宋怀川发来消息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自己已经怀孕了。喜悦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急匆匆终止了话题，赶往医院。这半个月以来的记忆也逐渐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取消拍婚纱照，和宋怀川出去旅游。周泽远对这些事的态度一直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和自己闹的。江婉仪心中有些慌乱，同时也有着不解。原来从那时候，他就已经计划着离开了吗？可是他明明知道宋怀川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做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报恩而已。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自己呢？当初瞒着他去做人工受精，也只不过是想着人工受精不会那么简单的成功。如果取得他同意后才开始进行人工受精，会担心宋怀川所剩时日不多，不能让他看见自己孩子出生，所以才立马进行了第一次受精。他原本计划是边进行受精边劝说他同意，他相信他爱他，到最后一定会妥协。可他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第一次就成功，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只是明明在医院得知她怀孕的时候，他分明没有表现出剧烈的反对态度，之后更是没有再提起过。现在又为什么会在婚礼前一天突然提出分手呢？江婉仪不知道的是，周泽远没有剧烈反对，是因为他早就知道了怀孕这件事。分手也并不是突然做的决定，早在半个月前，分手这两个字已经扎根在他的脑海里。他不过是用了15天时间，将自己对江婉仪这20年的感情彻底消耗干净罢了。江婉仪不甘心地再次拿起手机，给他打去电话。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最初的慌乱被怒气所取代。另一边，2小时的飞行后，周泽远终于到了京市。在起飞前，师姐给他发了消息，说担心他找不到具体地址，专门安排了人来接他。接机的人很多，周泽远的目光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也没有看见有人举着写着他名字的牌子。他正准备拿出手机给师姐打个电话，问问接他的人到了没有，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娇俏的喊声：“师兄！”周泽远转过身，就看见一个脸上洋溢着甜美笑容的女生朝自己走来。“不好意思，你是？”他看着这女生，感觉有些眼熟，却始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谁。面前的女生佯装恼怒地瞪了他一眼，声音却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师兄，不过才5年没见，就把我这个小师妹给忘了。小心我找老师告状。”5年前那个在实验室红着眼小女生和面前的身影逐渐重合起来，她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人：“你是林师妹？” 5年前，周泽远即将毕业的时候，老师新收了一名学生，叫林清欢。那时他正忙着毕业相关事宜，和这位小师妹接触的并不多。仅剩的印象便是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却一直没有找到是哪里出了差错。恰好那时候周泽远去实验室拿东西，路过实验台的时候，发现了林清欢通红的双眼，
于是他便主动上前询问林清欢需不需要帮助。在他说明自己的问题后，周泽远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仔细查看，才终于帮他找出来问题所在。没想到5年过去了，那个因为实验差点落泪的小女孩竟然大变样了，一时让他没有认出来。林清欢自然而然地走到周泽远身边，给他带路，语气促狭：“看来师兄还是记得我这个师妹的，我还以为5年不见师兄已经把我忘干净了呢。”周泽远摸了摸鼻尖，这几年和江婉仪这样冷脸性格的人在一起久了，他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和活泼的林清欢相处。林清欢却没有在意，见他一直不紧不慢地立马走着上前拉住他的手臂，朝停车场走去。“快走了，师兄，老师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等着你来呢。”两人一路疾驰回了实验室，站在老师办公室门前。周泽远此时却有些踌躇，不敢推门而入。当初临近毕业的时候，老师就曾劝过他，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做实验。可那时江婉仪刚刚同意当他的女朋友，他的心里自然满心只有她，于是选择跟随江婉仪去学校当老师，婉拒了老师的好意。周泽远第2次接到老师的邀请时，京城实验室的项目刚刚决定启动，老师在电话里劝了他许久。可那时他和江婉仪已经在一起5年，更加不舍得离开他，便再次拒绝。那通电话着实把老师气得不轻，就连半个月前也是师姐打来电话，恐怕老师心里还在生他的气。林清欢看着周泽远徘徊不前的样子，眼睛转了转，决定帮他一把。下一秒，他就提高音量，对准办公室喊了一句：“老师，师兄回来了。”周泽远瞳孔一缩，下意识伸手捂住林清欢的嘴。林清欢刚说完话，还来不及把嘴巴闭上，周泽远的大手就附了上来，湿润的双唇触碰到他温热的掌心，两人同时一愣。周泽远如同碰到烫手山芋一般收回了手，林清欢转过头，眼神有些闪躲，耳尖却悄悄地红了。周泽远正不知所措时，门内传来老师的声音：“还不赶紧进来！”周泽远来不及多想其他，连忙调整好状态，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5年未见，他眼尖地发现老师的头上已经有了些许白发。想到当年自己不顾老师的再三挽留，跟着江婉仪离开，他的心里止不住的羞愧。老师看向这个自己最看好，也是最让自己惋惜的学生，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叹息：“这次来了，可要好好跟着我做实验。”周泽远压下心中汹涌的情绪，重重地点了点头。老师没再多说什么，摆摆手，让林清欢带着他去宿舍放东西。周泽远到宿舍就立马放下背包，躺在床上，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从昨晚到现在，他只在飞机上那2个小时眯了会，现在已经疲惫得不行了。沾上床，困意便铺天盖地地袭来，他甚至来不及整理行李，就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周泽远睡得正香的时候，却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他挣扎着摸起手机，脑子里还没有完全清醒，凭着本能点了接听。电话那头传来江婉仪带着怒火的质问：“周泽远，你去哪了？”江婉仪的声音在周泽远耳边炸开，让他瞬间清醒过来。他看了看时间，发现自己才刚刚入睡没多久，被吵醒的烦躁加上形成的疲惫，让他的语气有些烦躁。“我在日历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们分手了，不提还好，一提江婉仪的怒火更盛了。她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的原因。不行，
我没有同意，而且就算你要分手，也得给我一个理由吧。你在婚礼当天抛下我一走了之，只给我留下一句分手，这算什么？细听之下，江婉仪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因为她始终没想过和周泽远分手，更没想过自己会在婚礼当天被抛弃。明明他陪在他身边20年，怎么能突然离开呢？周泽远此时却只想继续补觉，不想和江婉仪过多纠缠。你已经怀了宋怀川的孩子，你觉得我会让一个肚子里有其他男人的孩子的女人成为我的妻子吗？再说了，我也已经看明白了，你根本就不喜欢我。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周泽远几乎快要再次睡着了，才传来江婉仪有些嘶哑的声音：所以你就是为了那个孩子要和我分手？周泽远没有回答，只能说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他们之间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感情堡垒。通过这半年他和宋怀川之间的相处，周泽远才意识到，原来他也可以有如此温柔的一面，同时也终于明白他不爱他，这才是他要分手的根本原因。江婉仪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不同意分手，告诉我你在哪，我要见你。周泽远却并不打算再见他，分手这件事和结婚不一样，不需要双方同时点头同意，只要有一方决定要分开，那么这段感情就结束了。同样，他认为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消失在对方的生活中。他和江婉仪并没有再次见面的必要，我们就这样好聚好散吧，留给彼此一点体面。不等他开口，周泽远便挂了电话。随后他点开了通话记录，把江婉仪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打开微信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还给自己发了几十条消息。最初早上的时候是问婚礼的事，之后大概是发现他离开了，又不断地问他去了哪儿。江婉仪今天一天发的消息抵得上他过去1个月的消息量了。周泽远只是大概翻了翻他发的消息，接着也把他拉进了黑名单，之后把手机一放，一把扯过被子，继续闷头大睡。江婉仪在电话被挂断后，有一瞬间愣神，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挂掉电话，更何况她还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挂掉电话？她也还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江婉仪继续拨了过去，听筒却传来冰冷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他又准备给他发消息，然而消息刚发出去的下一秒，江婉仪就看见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江婉仪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她这是把他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以前周泽远不是没有生过气，可是从来没有把他拉黑过。心慌的同时，他的心里不可抑制地生出一抹愤怒。真的是因为那个孩子，可是他明明已经解释过无数次了。宋怀川患了癌症，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当然要帮他完成愿望。周泽远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支持他呢？可愤怒之后，江婉仪更多的是恐慌。她从来没有想过和周泽远分手，但她现在不仅不知道他在哪，就连联系方式也没有了。她该怎么找到他呢？情急之下，江婉仪想到了她的好朋友林川。一次朋友聚会时，周泽远带着他去过林川的家里，他凭着记忆找了过去。当林川开门时，看见的就是风尘仆仆赶来的江婉仪。原本林川就一直替好兄弟追在江婉仪身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感到不值。但碍于那时他们已经是男女朋友，所以他也不好多说什么。但自从林川听周泽远讲了取消婚礼的原因后，
对江婉仪的不满更加是达到了顶峰。他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白眼狼女人。此时看见江婉仪出现在自己门前，往日的不满瞬间爆发了，阴阳怪气的开口：“哟，这不是我那好兄弟以身报恩的前女友吗？怎么来我这里了？”林川竟然知道自己怀孕的事，可现在江婉仪顾不上其他，她只想赶快得到周泽远的消息。周泽远去哪儿了？林川翻了个白眼。以前周泽远天天陪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的态度不冷不热的，现在分手了，人离开了，却又表现得多在乎他似的。不知道。林川没好气地说完，就打算关门。江婉仪下意识伸手去挡，林川根本来不及反应，剧烈的疼痛从手上传来，江婉仪痛得眼睛流出生理性泪水。他捂着手拼命忍住这刺骨的疼痛，执拗地问道：“我要知道他去哪了？”林川骂了句脏话，他实在看不明白江婉仪的操作。你都要给别的男人生孩子了，还管我兄弟去哪了干嘛？听了这话，江婉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她的朋友也不满怀孕这件事，可这是有原因的呀。更何况他和宋怀川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江婉仪继续说出那个他曾对周泽远说过无数次的理由：宋怀川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帮他生孩子只是为了报恩，没有别的想法。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我去和解释。林川听着他的辩解，心里冷笑不已，呸了一声：想知道泽远的地址？做梦吧！我才不会让你打扰他。泽远也是你的救命恩人，怎么不见你对他报恩？江婉仪却愣住了。什么叫做周泽远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什么时候救过自己？他怎么完全没有印象？你说清楚，他什么时候救过我？林川没想到他居然来这样的大事都能忘记，心里更加为自己的好兄弟不值。对眼前的女人更加唾弃，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6年前元旦那晚，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忘，当初你一句感谢都没有也就算了，现在还这样对我兄弟。林川越说心里越加不忿，将20年来周泽远在江婉仪背后的默默付出，已经6年前那个凶险的夜晚一股脑讲了出来。甚至还给他看了手机里留有的当年周泽远住院的照片。江婉仪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林川家的，她整个人都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她觉得自己的世界好像崩塌了，陷入了一片黑暗，再也照不进一丝光亮。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